Mesmo que você não jogue League of Legends, vale a pena assistir a esta entrevista. Lu Yunxi é um verdadeiro apaixonado pelo jogo e seu entusiasmo contagiante torna cada momento imperdível. Já deixe um like e encaminhe para seus amigos. Bora assistir até o final. Beijinhos da Aileen。Hello， 云溪啊，好久不见，这次拍摄辛苦了。其实我今天非常的开心和激动，因为我一直都想做一个英雄联盟的专业人士，就像米勒老师您这样子的一个专业解说，然后我们找一个非常合适的时间一起来就英雄联盟这个话题进行一个非常深入的这个探讨。我觉得今天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的好，所以我非常开心。其实我们啊也是因为英雄联盟认识很多年了，但我还真的想问一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入的坑呢？其实很早了，我是一个非常古早的英雄联盟玩家。我记得大概是在 S2 的时候，通过朋友的介绍，然后了解到了英雄联盟这款游戏，然后那个时候就刚接触就入坑了，对，然后就觉得这款游戏非常的有意思，完全对一款游戏模糊的概念到一个去理解这款游戏，然后到知道这是一款团队配合的游戏，过程让我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让我能够深爱这款游戏。所以我其实是从 S2 开始就喜欢。哇，那听得出来云溪真的是我们英雄联盟的10年老粉了。就你在12周年这样一个时间点玩这款游戏玩这么久，有没有一些特别难忘的回忆？关于这款游戏或者关于一些比赛的？我觉得作为一名英雄联盟的玩家，不得不提的就是英雄联盟的赛事，对吧？各种各样的赛事，绝对就是英雄联盟玩家的福利、福音。就是每次你当捧起手机或者是 iPad 看直播的时候，你都会为你自己喜欢的队伍呐喊加油。所以我觉得在我印象当中就有很多场比赛让我记忆犹新。印象最深的是哪几场？如果让我瞬间想起一场比赛的话，应该就是那场 OMG 基地就几十滴血翻盘的那场。对，当时是我跟娃娃还有小米，因为那场比赛如果 OMG 输的话，他们就会小组被淘汰，所以很紧张。对，然后感觉好像就是当 OMG 胜利的那一刻，就是3位解说都非常非常的激动。作为英雄联盟的玩家，作为观众，作为支持 LPL 队伍的观众，然后我觉得我们的心情和3位老师一定是一样的，就是当大家看到即便是已经绝境了，都不放弃，然后依然5个人拧成一股劲去争取那唯一的一点希望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这款游戏的魅力所在。还有一年就是虽然我们没有夺得冠军，但是那一年兵哥20年世界赛，因为当时我们正好在上海嘛，你在评论席，我在解说席，我们就隔了可能不到5米的距离。对，那一年兵哥的剑姬斩下5杀，我觉得那个也是让所有 LPL观众感到自豪的一刻。还有就是，我觉得那句话 "He's still alive" 乌兹，对，乌兹的韦恩，你自己喜欢的选手，或者哪怕是对方的选手，打出了一个非常亮眼的操作的时候，在我们看来都是哇，这一刻绝对是应该被载入史册的，对吧？然后就是因为英雄联盟它的这种不可控的因素也是很多的，每个英雄它的机制都在这儿，然后在不同的玩家手中、不同的选手手中能够打出什么样的操作，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作为观众非常期待的。你最喜欢的 ADC 是谁？我最喜欢的 ADC 就是崔斯塔纳小炮。对，所以我记得有一年好像是 Faker 选手吧，他逃出了那一场中单小炮，然后拿下了 MVP。当你自己喜欢的英雄，或者说你自己的本命英雄被职业选手拿到了赛场上，然后发挥特别亮眼的时候，不管他是敌人也好，或者说是我们自己的队伍也好，其实你在心里边都会觉得非常的激动，很享受那种操作。听得出来云溪真的是我们资深的赛事老粉了，一谈起赛事真的是滔滔不绝。对，包括我记得还有18年那场我在现场见证了 IG 的夺冠。对，那天也是我解说的，然后那天因为很多我们国内的观众都过去嘛，都觉得那是可能我们 LPL 首冠最好的机会了。是，所以当时虽然是在仁川，但是支持我们 LPL 的观众是非常非常多的。对，所以那一年也是给我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就是
在现场见证咱们 LPL 夺取 S 赛的世界冠军的时候，真的是无比的激动。那一刻就是真的是圆梦了。对，包括21年的时候，21年 EDG EDG 打 DK， 对，也是打满了5局，然后那一天也是相当的激动，因为我觉得 EDG 在那一年能够拿下那个冠军，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很有韧性，因为他们每一场都是打满的，而且在那个决赛开始之前，其实没有太多人看好我们的这个 LPL 队伍 EDG， 而且我记得我跟云溪之前也真的是有解说过，应该是在2017年我们在长沙的德杯上面，对，当时我跟娃娃还有云溪一起解说了一场比赛，对，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还非常的紧张，你知道吗？第一次吧，应该第一次，但是我觉得那场比赛得到了官方的认可，能够让我以嘉宾的身份，然后参与到解说当中，我觉得其实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双向奔赴了，觉得解说有趣吗？我非常佩服你们，因为你想想看，团战一触即发，10个人，10个英雄，然后一共有40个技能，对吧？你40个技能同时爆发出来，然后你们解说都能够说得行云流水。我觉得云溪也谦虚了，因为那场比赛我还印象很深啊。就那场你解说完之后，我看我们的英雄联盟的论坛里面有个帖子是。这位新解说是谁？听起来挺专业的。哎呀，不敢。就他们听你，确实能够从你的语句里面听出来，你是很了解这个赛事的，真的是非常热爱它，所以才会激动。那今年有没有特别喜欢或者支持的队伍或者选手？我自己对非常喜欢 Michael， 我觉得 Michael 就是那种长得非常温柔，然后非常秀气，非常斯文，但是有时候他的打法又非常的凶悍。因为你是打 ADC 的，想要一个田野这样的辅助是吧？是的。对了。之前英雄联盟的这个动画《双城之战》，其实我们好像都有参与过。自己非常幸运、非常荣幸的是，也是参与到了配音的工作当中，为维克托配音。那个太经典了，能现场来一句吗？也行呀。维克托有一句台词让我记忆非常深刻，而且我觉得这句台词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句台词吧，就是当你有了改变世界的能力，你就不用求谁批准。太经典了，一定要让自己强大起来。我觉得挺期待我们的《双城之战》第2季的，好吧？那我说回游戏啊，对于英雄联盟的本身，云溪有什么特别期待的地方吗？有啊。其实作为英雄联盟的粉丝，我首先觉得英雄联盟这个游戏做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它有不断的更新版本，根据玩家的一些在数据统计上的一些胜率啊也好，然后英雄的强度也好，它在不断的给出热补丁版本的更新也好，然后让它达到一个较为平衡的一个状态，而且也有不断的创新，就像现在新出的2v2的模式，会让玩家有不断的一种期待的感觉。再其次的话，我觉得英雄联盟推出了很多有关国风的这样子的皮肤，像当初的御剑仙，然后青花瓷，包括非常受欢迎的盲僧的，神虾、龙虾这些皮肤，我觉得都非常的好。虽然英雄联盟它是拳头公司的嘛，但是它很照顾中国的玩家，然后推出了中国风的这样子的皮肤，也让我们作为中国的玩家感到非常的自豪。其实我觉得这一点跟影视剧是蛮像的，它其实是艺术传播的不同形式吧。而且在传扬文化这方面的话，我觉得它是可以把我们的国风文化乃至中华文化去带给全世界的玩家的。而且英雄联盟现在也是12岁的生日快到了，云溪有没有什么话想对英雄联盟说？其实我最想说的就是作为英雄联盟的老粉嘛，然后真的是非常热爱这款游戏，然后我看到英雄联盟这十几年来仍然到了今天还是拥有那么多喜欢的玩家，然后真的是非常的开心。所以呢，我也由衷的祝福英雄联盟可以一直这么活下去，希望也有更多的人然后热爱到这款游戏当中来。希望咱们 LPL 的队伍能够每一年都获得非常非常好的成绩，然后我作为你们的粉丝一定会为每支队伍加油呐喊。说得太好了。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们不知道，我们的云溪还有一份特殊的技能——书法。今天正好给我们英雄联盟12周年写一段生日祝福，怎么样？也不算是特殊的技能了，尽量的好好写一段吧。好吧，期待一下。好。很久没有动过笔了，然后在这里也是呼吁大家可以
提笔写字，然后因为我们现在用手机比较多嘛，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咱们中国文化还是要真正的用笔去写，对，所以就简单的祝福一下英雄联盟。好，那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我们5个大字：我们是联盟，祝英雄联盟12周年生日快乐！哎呀，完了！哎，最近我们2v2竞技场模式上线了，找地儿搞2把。搞2把，搞2把。走。走。